600下一家，受害者只有6岁。你很难想象，一个本来应该被照顾、被保护的孩子，经历的却是这种密集而漫长的伤害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第一反应都是一定要立刻重判。这个数字本身已经不是刺眼，而是让人发冷。但在新加坡法律里，刑期不是靠情绪往上堆的，哪怕案情再刺痛，我们还是得回到法律本身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检方会把刑期推到9到10年，辩方为什么还能争7年？所谓适应障碍，到底能不能真的减责？还有最值得警惕的一点，为什么一个没有专业看护资质的人能长期管着孩子？看完你会发现，这不只是一起残忍个案，它更像是一个被撕开的缺口。先把案件放回法律框架。公开信息显示，被告31岁，是新加坡籍男子，本身没有幼教或专业看护资质。案件发生在2023年3月，受害男童当时只有6岁。除了多项虐待指控，案件里也牵涉虚假声明控状，判决定在2026年8月21日。为什么这案子会让很多新加坡人特别不安？因为他把几个最敏感的点叠在一起了。第一，孩子年纪非常小，几乎没有自保能力。第二，加害者掌握日常照料权，孩子吃住作息都在对方控制范围内。第三，从庭上披露来看，证据并不是各说各话的模糊状态。对很多家长来说，这种案子最刺的不是新闻标题本身，而是那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我们平时以为孩子被人照顾着，到底是有制度在保护，还是只是交给了一个没被认真审查过的大人？尤其牵涉外籍学童、寄宿安排、非正式托管，甚至亲属或公司内部安排时，责任边界很容易变模糊。法院现在处理的是个人刑责，但社会更该追问的是，这种人为什么能进入照护位置，而且还待了这么久？新加坡法院量刑不能只看大家有多生气，而是看哪些法律要素被触犯了。虐童案尤其是这样，法官通常会先看几个核心点。第一，受害者有多脆弱，6岁儿童本来就是高度脆弱群体。第二，伤害有多重，如果已经造成严重身体伤害，甚至需要长期治疗，刑责会明显上升。第三，行为是一次失控，还是反复持续，长期虐待，法律评价一定比单次事件更重。第四，加害者有没有利用自己的照护、监护、管理地位，孩子本来就依赖你生活，你却把这种依赖变成施暴条件，这会被视为很重的加重因素。第五，行为里有没有羞辱、控制、恐吓、剥夺人格的成分，因为这不只是打伤这么简单。放回这起案子，检方要求9到10年，其实逻辑很清楚，受害者年龄极小，伤势严重，行为不是偶发，施暴者掌握照料权，而且还有闭路电视等客观证据。证据越完整，法院越不容易接受只是管教过头这种说法。那为什么辩方还会争取7年？因为辩方的职责就是把所有可能减轻刑责的因素摆出来，常见的包括认罪、精神状态、成长背景、无前科、治疗可能性、悔意。这些因素不代表一定成立，也不代表法官一定采纳，但法律上他们都可以被提出。再说鞭刑，很多人把鞭刑理解成一种情绪表态，好像法院想借此显示强硬，其实不是。鞭刑在新加坡是法定刑的一部分，适用于特定严重犯罪。法院要先看法条是否允许，再看被告是否符合法律上的适用条件，以及案件严重性是否足以支持。它不是因为社会愤怒就自动加上去的。还有一个技术点也很重要，新闻里常看到7年、9年、10年这种区间，是因为法官最后处理的不是单一动作，而是多项控状怎么组合，哪些同期执行，哪些连续执行，以及整体犯罪性到底有多高。所以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数字区间，法官看到的是一整套量刑结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应该更重，但法律最后不一定会走到他们直觉里的那个顶格。这起案子里，另一个很容易让讨论失焦的点，就是适应障碍。很多人一听到这4个字，马上就会走向2个极端。有人觉得只要有心理问题就不该重判，也有人觉得只要提心理问题就是在找借口。其实法律不是这样看的。新加坡法院处理这类主张时，重点从来不是诊断名字，而是这个状况有没有实质影响被告当时的责任能力。
法庭通常会问几件事：第一，这是不是由专业证据支持的真实状况？第二，这个状况和案发时间有没有直接关联？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，它有没有严重到影响被告理解自己行为、判断后果或者控制行为的能力？如果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它最多只能解释行为背景，不一定足以明显减轻责任。这里一定要分清一条线，能解释不等于能减责。一个人可能有创伤、压力、情绪障碍，甚至确实有诊断，但如果他的行为呈现出持续性、重复性，针对弱者，利用监护地位，甚至伴随掩饰或安排，那法院通常会更倾向认为，这不是完全失去判断，而是在一段时间里持续做出伤害性的选择。这样的案件里，心理证据可能有分量，但通常不会像网上想的那么大。尤其受害者是6岁儿童时，法院会把儿童保护和公共安全放得很高。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人可能有心理困难，但不能因此模糊受害者受到的伤害，也不能把责任冲淡成一句他也不容易。法庭首先要回答的还是法律责任成不成立，社会需要怎样的保护，以及类似风险要怎么被震慑。如果这条视频只停在这个人该判几年，其实只讲了一半，另一半更重要。为什么一个没有专业看护资质的人能长期处在照顾、管理、支配儿童日常生活的位置上？这才是更深的公共问题。新加坡对正式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学前教育机构整体上有相对明确的监管框架，但现实里的儿童照护不只发生在这些正式场所，还有学生宿舍、寄宿安排、课后托管、住宿兼照料、亲属企业内部安排这些混合形态。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像有人负责，但不一定等于有人被同样密度的监管。尤其牵涉外籍学童时，风险会更明显。因为很多外籍家庭面临的现实是，父母未必能全天在本地陪伴，孩子的住宿、接送、饮食、作息可能都交给第三方处理。一旦信息不对称很大，孩子又年纪小，表达能力有限，害怕报复，问题就很容易被拖很久才暴露。再加上住宿空间本身较封闭，如果没有清楚的资质审核、定期检查、投诉机制和转介流程，外界很难及早发现异常。这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点，就是亲属或熟人雇佣。很多人会因为是自己人，就默认更安全。但法律上，重点不是熟不熟，而是谁在掌握儿童，谁在筛选人员，谁在监督日常，谁在对外申报。如果经营者或管理方在用人、申报、工作安排、事实陈述上有问题，就可能引出另外的法律后果。对普通家长来说，这案子也有很现实的提醒。以后看托管或宿舍，不要只问地点和价格，更该问的是谁负责夜间照顾，有没有固定名单，这些人受过什么儿童保护培训， CCTV 谁能查看，孩子如果要投诉找谁，学校知不知道实际管理人是谁。如果这些答案一直很模糊，那就是风险信号。有住宿安排不等于有儿童保护制度，有成年人在场也不等于这个人适合照顾孩子。最后留一句很直接的话，重判当然重要，但只靠重判不足以保护下一个孩子。这起案子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做了什么，更是一个制度哪里没有及时挡住他。今天我们分析了3层，为什么法院会在7年到10年之间拉锯，适应障碍为什么不是自动减刑，以及为什么无资质看护能长期上手才是更该补洞的地方。如果你也认同法律讨论不能只停在情绪出口，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关心新加坡法律、儿童保护和教育监管的朋友，也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会继续跟进这起案件后续判决，以及它对新加坡民生法律和监管制度到底会留下什么影响。